世间何物似情浓，只一片断魂心痛。既然这风尘地上不留你我，你我何不化作一对翩翩的蝶，魂兮相依，梦兮相守。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民间4大爱情故事之一，其余3个爱情故事分别是《白蛇传》、《孟姜女传说》和《牛郎织女》。它们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梁祝是一个美丽、凄婉、动人的故事，故事情节应该都已经妇孺皆知了，所以在我们的课上，这次就不再花时间去复述具体的故事情节。那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2个人，有非常多的权威专家学者通过考证，历史上呢确实真实存在过这2个人，而且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并且有众多的历史资料以及文物古迹可以来提供一个佐证。一般认为，梁祝的故事它形成于东晋，在民间流传已经有1700多年，可谓是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是爱情的千古绝唱。在初唐梁在言的《十道四番志》当中就有写：义父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晚唐张读的《宣示志》也记载了传说的基本的情节，那在这个记载当中也已经明白地指出，梁祝的传说产生于东晋，民间是相信确实有这个事情发生过。到了清朝道光年间，邵金标的《祝英台小传》当中就出现了化蝶的结局。但是如今这么有影响力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在诗词方面的记载却非常的少，我也找了很久。那现存最早的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诗，是浙江余杭人的罗烨他所创作的《蛱蝶》七律诗，咏出了梁祝的传说。这是至今看到的唐诗当中唯一的和梁祝爱情故事相关的诗歌，也是至今发现的最早反映梁祝故事的古诗词，又是至今最早反映梁祝化蝶的文学作品。蛱蝶的诗是这样写的：草色花光小院明，短墙飞过事变清。红枝袅袅如无力，粉蝶高高别有情。俗说一期一画状，书称傲立孟章明。40现耳寻芳去，长傍佳人今绣行。那关于诗的意思，今天就不和大家展开了，也算是留给大家的一个开放式的我们阅读屋的家庭作业。大家回去琢磨一下，那些一字一句，你觉得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就这一首唯一的关于梁祝的诗，关于它的解释和赏析，网上几乎查不到。那不像有一些有名的诗句恨不得一个字给它琢磨出一个深深的窟窿出来。今天之所以不展开呢，一是因为我在这里也不希望因为我个人的理解给大家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二呢也是因为今天的阅读课的时间比较紧，我们还有别的很多的内容要分享，那以后有时间我们大家可以来互相交流一下各自对于这首诗的理解。之前关于梁祝的大课上面，我有和大家好好的从头到尾来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因为这首协奏曲是一种用世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项著名的音乐作品。其实从刚才的介绍，有关梁祝故事的记载和唯一的一首唐诗，大家都可以知道，
梁祝故事其实在这个小提琴协奏曲面世之前，它只是一个并不起眼，也并不引起很多人关注的一个民间故事而已。虽然从东晋就有了梁祝的故事，但是历经了唐诗、宋词、元曲这么繁华的创作阶段，唐宋出了那么多的名人名家，至今能查到的唯一的相关的梁祝的诗作也就那么一首，甚至没有查到任何关于这首唐诗的具体的解析和解读。那可见这个故事在当时，在小提琴协奏曲面世之前，是一个很小众、很不起眼的故事。要不然估计像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的《长恨歌》、《琵琶行》的白居易，还有李白、杜甫，那这些文人才子们，我想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么一个有故事情节的展现机会的。梁祝的故事之所以后来家喻户晓，其实也是因为有了这个小提琴协奏曲的问世。在小提琴协奏曲问世之前，梁祝的传说主要是以歌谣、唱本和戏曲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越剧和黄梅戏的版本，成为各自剧种当中的代表作。在越剧的早期呢，男班剧种就有梁祝。在1917年，越剧《梁山伯祝英台》就基本成型了。越剧的梁祝版本侧重典雅、细腻抒情，富有诗情画意，主要展现的是一种柔美、凄美的气氛。而黄梅戏版本的梁祝呢，就稍显得活泼，它的唱腔呢也是很简洁明快、淳朴浓郁，非常富有乡野的气息。那给大家放一小段黄梅戏和越剧的梁祝的表演，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但是如果只是越剧，只是黄梅戏，相信梁祝这个故事是不可能为全世界所熟知，甚至都不一定为全国人民所熟悉。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幅员辽阔，那作为地方剧种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古人对于梁祝的故事的记录和描写也局限于那么几折戏，那么一首唐诗。但是如今梁祝故事的家喻户晓，刚才我们说了，不能不归功于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的梁祝的诞生。这首梁祝被称为是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它以缠绵悱恻、扣人心弦的旋律，讲述了中华民族一念一生、忠贞不渝的美丽的爱情传奇。问世以来流传不衰，在世界各地被不断的奏响。应该说，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诞生惊艳了世界，它打破了西洋作品一统小提琴乐章的历史，铸造了中国音乐史和艺术史上的经典。这支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完成了交响音乐民族化的创世纪。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一首著名的、意义深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